在西班牙，可能如果你做完了一件事情或者两件事情啊，那就很好了。一定要慢下来，就是慢一点，慢慢来。那个时候你的英语怎么样？你会害怕吗？就是我要去这个地方跟人说英语。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害怕打电话，因为那个时候自信也没有用，我真的听不懂。别人可能会哎呦好尴尬，可是素清就觉得没关系，我相信自己。对 hostel 不是一个词，它是错的，我是对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。今天呢，我和素清要聊一聊我们第一次在国外生活的经历。OK， 素清，你的第一次去国外生活的经历怎么样？然后你去了哪里？我第一次在国外住就是澳大利亚，然后呢，我第一天就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太舒服了。你呢？好，我第一次去国外生活是在西班牙，我来这里的大学学习，我还是有一些不习惯的。那什么方面？比如说去超市，星期天所有的地方关门，但是在中国，星期天就是我出门买东西的时候，很不习惯。还有，你刚来的时候要有自己的银行卡，你要去银行交学费，有一张卡。银行下午2点还是3点关门，所以你真的是需要很努力的去找你有空的时间和银行工作的时间。这个对我来说就怎么西班牙是这样的OK， 那我刚来澳大利亚的时候，我们周末的时候，很多饭店啊，还有可能超市啊，关门的也比较早。对，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太好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非常的方便，但是我知道那个方便是因为有很多人在很努力的工作，就是每天24小时在疯狂的工作。然后我觉得我不想要住在一个大家都很辛苦的国家，然后可能一部分的人很舒服，我不喜欢。那你会很喜欢西班牙？我觉得大家都很舒服，不要工作。对，星期天就是和家人一起吃饭。你看到的人，大家都比较轻松吧。对，我觉得很好。但是你说到银行2点关门，这个我不能接受，我觉得这个太早了。对，那个时候是我的大学的银行，就是那个银行在我的大学里，别的银行不那么早，对，别的银行不那么早关门，就是对，和中国的生活不一样，因为在中国我可以想这一天我要做5件事情或者7件事情，在西班牙可能如果你做完了1件事情或者2件事情那就很好了，这是很好的一天。所以我就一定要慢下来，就是慢一点，慢慢来。所以你现在常常迟到，是不是？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迟到是因为我。这个关系。不，这个一定是因为西班牙给你的影响。好吧 ，OK，继续说。好，对，我觉得我在澳洲，对，就是我来的时候，可能我来之前我就想澳大利亚是一个西方国家，对不对？它的超市、饭店可能很早关门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好，就是它的生活没有那么方便，在这里买东西也很贵，对，在中国有淘宝，对吧？
有很多很多 APP。在澳大利亚，我很少买东西。那你觉得语言方面怎么样？那个时候你的英语怎么样？你会害怕吗？就是我要去这个地方跟人说英语，有害怕的感觉吗？我觉得我一直都太自信了，所以没有。真的，你知道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的英语非常烂。但是因为我很自信，所以大家以为我的英语很好。那你听不懂怎么办？我听得懂，但是我说的不好。我听得懂，但对，因为我太自信了，所以有的时候我听不懂，我也看起来听懂了。那你不会做错或者跟人有误会吗？有啊，有没关系。你看，对，真的，我觉得我来澳大利亚的时候，我的英语还可以，所以在语言上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很好，非常好。对，但是打电话的时候我有问题，因为打电话的时候可能说话的人是，比如说很重的澳大利亚口音，Hi mate， 对，然后呢，或者是印度口音，我觉得面对面说话，你可以看他的表情，看他的动作，对不对？你还可以猜一猜。打电话有的时候打电话是因为你有很重要的事要做，对。然后他们说的很快，哇，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害怕打电话，因为那个时候自信也没有用，我真的听不懂。看起来自信，首先是自信很重要，因为对素清有自信，所以觉得没什么。对，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多自信，还有就是我的西班牙语也没有那么好，就是你需要听懂一些，比如说银行的词，或者是一些学校他们要你做的事情，很多词我不太懂，因为我在中国的西班牙语的教育就是很差，超级差。对，所以我真的去了西班牙，我是不会的，我是听不懂的。对，还有就是第三个，我学习的是翻译，我觉得我的西班牙语应该要非常好，所以我就有很大的压力。对，那个时候你的英语怎么样？我的英语一直都不错，可是对，我一下飞机就有人来接我，是中国人，我很高兴。但是他们让我去办电话卡的时候，我不会说，我用英语说。给我办电话卡的人说：“不要说英语，你会西班牙语你就说西班牙语。”对，就是是好的地方是我真的要挑战自己。不好的就是我真的有比较大的压力，需要很快的去说和人，对，办事情。我可以想象，因为我在大学学了日语，如果我住在日本，我的生活会有很大的问题。OK， 对，因为我的日语和你的西班牙语可能一样的，都是在中国学的，都是屎，真的很不好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学习英语也很多年了，和你一样的，所以英语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日语一定会有很大的问题。然后我觉得另外一点是我更喜欢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。对，我觉得我如果在中国或者我去日本，我都没有那么的开心，我觉得压力都比较大。可是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地方，就是我在这里真的太开心了。所以和这个国家也有关系。对，因为我现在又住在西班牙，而且是一个学生住的地方嘛，所以我有很多第一年住在西班牙的回忆就都出来了。
现在我可以很随便跟人打电话，跟人说话。我觉得我的西班牙语可能他们不知道我是中国人，他们可能就觉得我是西班牙人。我就想，哇，第一年的时候我是很焦虑的，就是我要去买东西了，我要想一想我要说什么。对，素清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让我想到了我们的学生，如果他们的中文还没有那么高级，或者你学习 HSK， 或者就是你没有这么一个好的环境，你去中国是很难的，你觉得呢？是的，非常非常难。对，就是比如说你们可能可以听懂这个播客，那你的中文还可以啦，可是你去中国那个就是另外一个水平是不一样的。我也觉得，对，所以我觉得难，就是你要接受它，你要知道就是很难，没有关系，你就是要先吃苦，然后有一天你就会和志飞一样，就是你在西班牙太容易了，一切都很容易。对对对，还有就是像素清一样要有自信，不一定是因为说的非常好，但是相信自己，觉得自己还可以嘛。是的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我已经说了很多次。我知道是什么，是什么？是 hotel 的故事。对，是的，对，我以前去上海，可能也是我第一次住在一个 hostel， 然后呢，没有见过 hostel 这个词，然后非常自信的跟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说，错别字，不是 hostel， 应该是 hotel。然后这个工作人员他说，可是我们是一个 hostel。对，那个时候我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，可能还是太自信了，还是不知道自己错了，我不知道。对，但是所以这个很好，就是虽然素清说错了，可是他已经忘了那个时候的感觉。别人可能会哎呦好尴尬，可是素清就觉得没关系，我相信自己。对 ，hostel 不是一个词，它是错的，我是对的。你知道吗？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的男朋友不可以在我的旁边。OK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受不了，他受不了我和别人说话，然后我听不懂那个人，那个人也听不懂我的，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聊天。哇，他很难受。你是怎么做到？就是他听不懂你，你听不懂他，你还可以继续说话？就是我觉得我懂啊，但是最后发现可能是听错了。对，但是我男朋友他是英国人，所以他很快知道我们说的是不对的，我们不在一条线上。对，所以他很难受。素清好厉害，你很适合在国外住。对，我有点像那种去中国然后很自信的外国人。对不对？但是很好啊，因为你不害怕，所以大家也会觉得这个人不害怕，我可以跟他说话。那如果是对一个学中文的人，他可能很小心，就是我一定要说对。你是很小心的，你不太敢跟人说话，别人可能也不太敢跟你说话，因为看起来你好像对，就是我怎么跟你说话呢？可能你比较都可以，没关系，那可能很多人会来跟你说话，就像素清一样。对，这个我觉得其实我要告诉中文学习者，就是我觉得很重要。如果你在说话的时候你自己很紧张，听的人也会很紧张，所以就是不要紧张，要告诉自己我要慢慢说。对，我慢慢说，听的人他就可以听我说话。如果你很紧张，听的人他也很紧张。对。还有就是我们要不要说一下物价？就是要以后东西的价格跟中国的比起来很不一样吗？太不一样。我觉得澳大利亚是很好，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太贵了，我觉得。
因为澳大利亚的1块钱在中国是5块钱。明白。所以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吃饭20，那中国的钱是100，对吧？所以没有便宜的东西，所有的东西都很贵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大白菜，对，然后他说现在白菜很便宜，一个大白菜3块钱。那个时候我想3块钱在中国是15块钱，15块钱在中国你可以买这么多大白菜。对，那个时候我想3块钱怎么他会觉得很便宜？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每天都在算3块钱，所以是15块钱，5块钱，所以是25。我每天都在算，我每天都在用中国的钱在想，澳大利亚所有的东西都很贵。我跟素清不太一样，我跟你不太一样，我也会算，因为那个时候1欧元是8块钱人民币，也很贵。对，如果你去外面吃饭，可能会想我们去一个便宜一点的地方，或者去超市买东西，也会想去一个便宜的超市。可是你知道我对钱不是很敏感，就是我可能做了几次算一算这个钱之后我不做了，所以我不太知道这个东西贵不贵。很多时候是我的朋友告诉我，比如他们跟我一起去超市买东西，他们说志飞不要买这个，那个比这个便宜。我会想就便宜一点点没关系啦。对，我的朋友一般会跟我说这个比那个贵，你要去这个超市，你要去这个餐厅，你可以省2块钱，2欧元3欧元。在中国是比较多的，可是我没有算，所以我没有想太多，然后我的钱很快就用完了。素清对，我还想说志飞我觉得你这个特点太好了，就是你不用吃苦，因为你知道我这种算的人很苦，你知道吗？每天都在算，我很累。你不用，你就是很开心，每天都很开心。然后你看，哇，还有很多钱。不是你没有钱。对，我的钱可能半年，我的爸爸妈妈给了我1年的钱，我可能8个月我就用完了。对，那个时候我忘了是什么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关系，我觉得明天再想吧。我没有为了钱觉得有很大压力，没有。太好了，我觉得这个你对钱的自信和我对我英语的自信是一样的。好的。对。不敏感，我觉得不敏感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特点，我觉得。好，是不是？真的，你没有这么多让你很烦担心的事情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担心，我可能就想，我要做最重要的事情，那如果没有钱的话，一定有办法的，慢慢的想吧。听起来志飞还是不太穷。对，可是有一些人我觉得因为他们比较担心钱，他们会知道要花多少钱，要存多少钱，可能他们一开始就会一直有比较多的钱，然后不会很穷。我觉得我还是穷了很多年的。好的，我是算得很清楚的人，每天都在想澳币是多少钱，人民币是多少钱。可是我和志飞一样，我也是穷了很多年，所以你们看，你算不算你都可能要穷。对啊，所以为什么要算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有时候真的你算太多，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会买很不好的东西。是的。然后你浪费钱。对，所以我知道我不喜欢我自己这一点，
可是很难，我要慢慢的慢慢来。对，你现在已经可以对去超市买柠檬了，对不对？不可以，柠檬还是太贵，柠檬还是就是可以去邻居家偷一颗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。但是我有告诉志飞，我现在开始吃大颗的蓝莓，好棒啊！大颗的蓝莓，不再买小小的便宜的蓝莓。然后呢，现在我还发现，有的时候你买2个东西会更便宜，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2个，所以我只买1个。很棒。对，然后呢，还有比如说，如果我的男朋友他觉得这个东西更贵，可是更好，我会说，我相信你，因为你买了很多很贵的东西，他们都很好，所以你可以决定。对，所以我现在觉得 OK， 我不需要太担心，我可以开始买更好的东西，对，不要算的那么清楚。你进步了，很棒很棒，也是有钱了。好，那我也要学习，就是比如说我要说法语和葡萄牙语，我很快也要开始韩语，还有意大利语，我也要自信的去说，就是说错了，没关系，下次对慢慢的练习，我可以越说越好。你不要尴尬，让别人去尴尬。很好 ，OK。那素清，我们今天的播客说到这里，我们说了你第一次去澳大利亚，还有我第一次去西班牙生活，我们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的性格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做的事情也不一样。对，这个是我们的故事。大家有没有去国外生活的经历？你有和素清或者和志飞一样的故事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下次见，拜拜。这个视频你听懂了吗？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视频对你学习中文有用，你可以看更多我们的视频，你也可以用我们的免费的学习材料去学习怎么用视频学中文，怎么更高效的学中文。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的说明里找到免费的学习材料，在小瓜 Chinese，我们帮你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。